看这个，只要踏进去就会使100万个人延迟收到货，请当心。但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好，我们就坏，来，我们就带大家踏进去。其实智慧仓储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几个特点，你从来没有思考过的赚钱模式就在这里了。嗨，大家好，我是介绍你奇怪工业知识的超人真少年。你知道，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有放东西仓储的需求，也就是仓库。台湾是个科技岛，3天2头就有人在直播，就有人在网购，就有人在下杀价格，所以呢，就有非常多人想要租个仓库，然后来囤点货。所以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生意：当你有空的地下室啊、空的铁皮工厂啊，还是空的空地啊，就会有人开出来说不然我把它弄成仓库给别人租。这个所谓的仓库呢，其实就是一个铁皮屋，就是可以拿来赚钱的。然后有一些有钱的公司呢，或者是有一些中小型的公司或大公司，他会想说我们公司这么大不然我们就盖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仓库。但是最摆烂的地方呢，像一些什么科学园区啊，或者是明明品牌很大的工业公司啊，它的仓库就算比泰国还烂，比一些东南亚的地方还要糟糕，连一个仓储管理系统都做不到，反正就是把东西全部丢在那里，然后呢，等待有一天它会烧起来。为什么许多人对于这个工业仓储的知识非常的薄弱呢？因为其实在40、50年前我们这个台湾的制造业实在太过强大了。那工业用地呢，它基本上有2个用途，一个是做工厂一个是做仓储。所以很多工业用地呢，大家都拿去做公司的合法登记，然后呢，在旁边地方搞一个违法的小仓库，或者是呢，到一些明明就不是工业区的地方呢，去租一些违法的仓库来使用，然后来堆货。我相信看我们频道的朋友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有做仓储的需求，或者是今天你在上班族，你同时想要租个小仓库，然后卖点小东西做点小本生意。仓库呢，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在法规上看到几个面向：一、安全。它里面的盖的材料呢，是不是用防火等级的材料去建设的，才不会在烧起来的时候突然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第二种，台湾最怕什么？地震。当它地震倒塌的时候呢，你里面的货会不会被压烂，或者是里面的货会不会产生第2次更重大的危害？这时候你就看它的结构，看它的钢构，或者是看它的 RC 建筑里面是不是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通常前面这2个考量完之后呢，你再去想第3个，它的地点跟交通是不是符合你的规范的？因为你租仓地是为了什么？省钱嘛，赚钱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仓库在一个清刷拉来里面，光是开车运货的成本那就非常高，那你根本就赚不到钱，都花在物流上面了。然后同时你要想说，有没有一些什么交通管制啊，生意做大一点的，需要像我们要重型车辆进入的那它有没有特殊的限制？这个东西你要去想。还有一个旁边有没有盖一些比较奇怪的工厂，或者是容易烧起来的化工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曾经有拍过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就是它的隔壁就是整个炸掉。我知道，你知道吗？你有去对不对？而且它烧起来的那周，其实刚好我们就在那边场看，是一个南部超大一个工厂，然后出超大意外的事情，我们差一点糟了。第3个你要注意的就是，当你今天买货卖货有一些东西是快时尚的东西有一些东西食品会有一些保存期限，所以你在看这个仓库的租赁合约的时候，越有弹性越好。所以才不会像过年佛跳墙，过年的时候大家才要吃嘛，不然谁在5、6月、7、8月这边吃佛跳墙？没有嘛，就在那个时候会特别集中，所以之后呢就衍生出一种就是公共型的综合管理，才不会说我1年4季里面只有那2个月过年前在买卖，过年后就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想说不然我们全部的人一起共同租一个，但是会有什么纠纷？只要有人就会有纠纷，所以其实仓库的种类有非常非常多种。身为我一个长期在外面到处奔波、到处跑的人，我看过的仓库，从最奇怪的仓库型、铁皮屋型，一路看到超高科技型的，而且甚至里面完全没有人的无人仓库，你要什么货用手机点个2下，它就直接送出来给你。所以当你听到这边你就发现其实做仓库是一门生意但是回到工业知识的本位里面，其实仓库的规划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学问的东西。你怎么样把一个一样的空间、一样的坪效，怎么样把成本控到最低，又同时能够赚到客人的钱？这个你需要的是什么 ？Dr. 超人工业知识。最后2项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你的仓库有没有保险？那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所以今天身为工业知识的我们，带大家看的绝对不是这种铁皮屋仓库，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种叫做智慧仓储。做生意我们要往高端的去做。今天就由我来带领着大家，怎么样自己来做一点小生意，当个小老板，同时也不需要把你的房间、你的厕所、你妈妈的阳台、你妈妈的化妆桌全部都拿来堆货。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叫货做生意呢？首先你要有一台货车，然后呢，把你的货车开到你的码头去。医生这太近了，我怕把人家码头撞坏了。
接下来呢，把你的货放到入库工作站，放好之后呢，就没你的事啦。货下好了之后呢，它就会测量它的尺寸啊、它的重量啊，然后还有它的高度，这些东西就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的 AGV 就会把我们的货接走。你看这个，只要踏进去，就会使100万个人延迟收到货，请当心。但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好，我们就坏，来，我们就带大家踏进去，反正100万而已嘛，台湾2300万人，大家等一下货是会死，是不是？所以假设我们是货的话，我可以站在上面吗？当然不行，因为我刚没有经过测量，我是经过旁边的走道过来的。如果我要站在上面变成货的话，那我刚刚就要经过那个闸门。所以之后呢，好，我们来看一下 AGV 进来之后，有没有看到这个下面小小的细节？这些就是 AGV 的通道。然后呢，旁边的 AGV 就会把你的不同的货物拉出来，把你的什么货要进到这个仓储里面。那这个仓储里面有多高多深呢？光是高度呢就有40米高，而它的深度呢有110米深。它的总楼地板面积呢，它就有4万平，总共拥有超过8万个 AS 跟 RS 的站板、厨卫跟超过170个码头。而且你看它码头现在长这样子哦，但是你知道它的外观设计，它里面是一个旋转车道的。为什么物流大家都很讨厌？就是等货梯。然后他们用旋转车道的好处就是，你每一台货车就可以直接开到你要的楼层，不用等货梯，还能够省钱省电费。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现在目前全台湾最大的智慧仓储 Omega 2，而它曾经呢是亚洲第一，现在是亚洲第2。那你知道现在亚洲第一去哪里了吗？在马来西亚，然后也是他们的。如果你是念建筑系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的建筑有点特别？你看它的每个货架，它其实是顶到天花板，因为你想台湾是一个很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嘛。那所以呢，你就会想说，怎么样的结构，它让里面的货物放在上面的时候，你的货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这个结构呢增加重量。然后呢，在地震真的晃起来的时候呢，你的房子跟你里面的货既不会分离，还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强度。强度不太对，有一个真正的名词，结构力学。不是，没那么肤浅。我记得曾经有个名词，我在看建筑的书的时候曾经学到过啊。如果你是建筑系的，你在下面告诉我们。重点就是它的货物的结构跟以前你看到的传统仓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你一定想说，你们家公司的货好好的放在你们家公司仓库就好了，为什么要跟大家的货放在一起呢？其实哦，智慧仓储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几个特点，你从来没有思考过的赚钱模式就在这里了。我们看我们频道的朋友，我们都有卖周边商品。你知道我们全公司哦，曾经出货，大家一起一条流水线，最高纪录你知道多少吗？紧绷600单。那个时候600单是我们全部的同事、制作人都要一起下来包货的概念。但是呢，像这种智慧仓储，一天呢它是好几万单，可以马上一天就可以处理掉，而且可以瞬间同时发货到北中南。你知道卖那个毛巾呢有没有？啊，对，那个汗毛巾还要捡什么货，还要捡什么，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最后呢记错了就要怎样？退回来，网络查单，封掉。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其实是跟现在这个 AI 时代接得非常近的。就是要整合仓库管理系统。你看它这个走道哈，它其实一个是进货，一个是出货的。它呢可以用很快的时间里面去算出什么样的货物尺寸跟什么样的货它应该放在一起，这很屌啊！像我们以前训练一个同事，然后来做我们的那个电商嘛，训练个1年啊，好不容易上手了，啊结果呢离职了。你要再换另外一个人，你要再训练你的同事，重新再来管仓库，重新再管你的物流，真是崩溃。所以其实这第3个是一个老板最想要想的，跟其实你们最少去遇到的，就是节省成本。你去想哦，你的公司里面，当你把很多货放在你公司的时候，第一个是你的坪效，第二个是你是不是要请同事来管？你请同事来管，他是不是要分货？是不是他有时候会躲在货里面去那边干嘛？不知道。然后再来是你要这么大的仓库，当几百万的货在这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北吧在里面想要抽烟，就想要躲起来，想要干点什么事。最后呢，火灾烧了之后谁抽烟？没有人承认。但是你看在这边没有人，你知道就会什么吗？就没有人抽烟，而且没有人大家还不会打架。如果突然今天你突然觉得这个货有点危险，你想把它停下来，检查看一看，好像没问题，好，你去，走。你看，完全不会有任何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古有云从以前就有讲过一句：树多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痴。当你整个仓库里面只要没有人，那就不会有白痴的存在，就不会有人在里面想要点火抽烟，就不会有人想要在里面去干嘛。不知道，你知道如果当今天你变成一个货的时候，你在这个仓库里面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吗？
我带大家来到2楼了。我们现在在2楼，你知道它跟1楼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没有差别，更多的货，更大的仓储。我们现在来到2楼，我们要讲一点就是 high level， 就是一些有钱人怎么样赚钱。你知道像永联物流开发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屌的系统，叫做数位运输。你如果用机械原理去构造的话，就是类似一种水平对握引擎交易的概念。以前我们去买 PS5，我们去这间店买的时候，你想说，来这个没货，他就这样说，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调货。你在那边等30分钟之后，等2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货就拿过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调货呢？你有没有想过，不是没有货的原因，是他要赚这个钱。一个货从 PS5下来之后，中间其实又有经过了很多代理商啊、经销商啊、分店啊，然后一路下来遇到店长啊，哪个店长、哪个员工啊，这个员工的业绩奖金啊，所以他一路分成下来。你为了要满足这个条件，所以他要特别去绕了一大圈，然后去跟别人调货。原本从这个平台要调到另外一个平台，30分钟已经算快了。有一些调货你要等3个月的，但是这里不一样了。假设今天你在电商平台上面你要买货，你知道每个货上面不是都有库存吗？但当天如果我是老板，你也是老板，上面我发现我没货了，不然来个20台 PS5吧。我就可以在这个仓库里面，我不用寄出去哦，我在仓库里面内部交易，你的货就变成我的货。但是呢，我们就不需要把20个 PS5从你的仓库里面搬来我这边，中间再经过运输啊、包装啊、分销啊、员工拿货啊、理货啊，运到你那边，再放到仓库里面，再等重新包装，然后再拿给客人。我就在这个仓库里面直接，你的货多少钱，我在里面跟你买，买完了之后钱给你了，我们的货交易成功了，你的货变成我的货，一样都在这个货架上面。你有听懂这个逻辑当中你省了多少钱吗？没有听懂对不对？难怪你当员工。小屁哦。话说回来，你知道在我们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啊，就要过年了。请问在这个时候，你在过年你要寄的货，你收到了吗？各位看我们影片的老板们，你在过年的时候你要寄出去的货，你已经寄出来了吗？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现在出货出的怎么样了？我看你是完蛋了，你就等着大过年的时候，人家打电话给你干掉。所以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现代化的仓储系统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又不太一样。如果你要知道今天你过年你的佛跳墙到底出完了没有，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办？你说要叫你的干部过来，问你的员工说我们现在出货出的怎么样了？但是我们不用。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打开这个 APP ALPOS， 你就用你的手机在家里面蹲厕所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佛跳墙现在到底已经出货出到多少了，你的佛跳墙到底进货进了多少了，到底你的订单现在还剩多少，你多少没有出你全部都可以从这个 APP 里面就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看。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要渐渐被淘汰的事情，你是不是有曾经帮人家运过货或者是出过货或买过货的人，你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以前我们交货的时候，大家都要把那个货这样子，然后把它堆在旁边，然后是我交货给他了，然后他在旁边拿货。为什么以前要干这么白痴的事情呢？是因为有的时候销货说有啊，我明明把货交给你了，你那天给我点收啦。我说没有啊，我没印象，我忘记了，对不对？回北签。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样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这个 APP， 你就可以看到他当时交货帮你记录的照片，就确定说，这个货是 OK 的，盒子没有被撞烂，货物的件数也和照片当中，也是清点，是数量是对的。重点是你知道在那边问来问去的时候，那个信用就没了。原本以前是一起同甘共苦奋斗的厂商，突然一夕之间感情不对了，猪羊变色，以后生意做不下去了，何必呢？所以我就说嘛，只要不要有人，就不会有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来了，过年后想换工作的朋友们，你不懂物流没关系，你会做 IT 吗？这个手机的 APP 的程式从哪来的嘞？从这边来的，战情室。战情室啊，各位，所有的货物呢，跟你手机里面的资料，就是从这套系统里面跑出来到你手机里面的。过去以前人家盖仓库跟租仓库，它其实是完全分开的，但现在呢，他们可以帮你盖，帮你租。帮你用，你找不到人，他也可以帮你找。你的货物跟仓库你不知道怎么放，你也可以找这种公司，然后来帮你规划、帮你做。可能现在你看到这种影片你就会想说，靠，那以前顾仓库的人不就没工作了吗？就以前我这边搬货的人不就没事干了吗？但是你要知道，按照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数据，其实在不到50年后台湾的人口它就已经剩不到1500万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去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一直坚持着守旧，在一个很奇怪的坚持点不想改变的话，那你就会。反正就过得不开心了。反正50年后我们这频道也不会在了，就回头好好想想50年前我跟你讲过的话。而且你知道这一类的公司好处就是，你如果是对软体很有兴趣啊，或者是你对这种物流摆放啊，或者是你喜欢玩乐高的人，我觉得你如果喜欢玩乐高，你的逻辑性很强的人，其实都蛮适合做这一类的公司工作。但是你知道，在我这边观察你看到这边简单的报表跟简单的货物进出，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你们不懂对不对？
我问你哦，如果我的货物进出量超大，大家整个市场的财报都还没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可以坐在这个餐厅室里面，然后看着说，哦，干，最近这间公司这个货卖的超大哦，它里面后面的这个东西，干，我知道是哪一间公司做的哦。其实总而言之哦，你知道很多商业行为跟很多有商业头脑的人，他都是从很多细微的东西去发现的。你看，他很早之前其实也没有人想过，原来仓库可以这样做。也很早之前，大家都想要各自干自己的，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全部的人，然后把货物集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把货物分销出去，大家减少这个中间的成本，然后让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去管理你的货物。各位，你运气好了，我跟你讲。赚钱的机会哦，从这时候开始。你知道现在哦，大家都喜欢住大楼，对不对？你想想，你家里面是不是有超多莫名其妙的柜子里面在堆一些莫名其妙没必要的东西？你小孩的玩具啦，哦，你太太的衣服啦，每年就只有大扫除会拿出来的东西，大扫除完之后再放回去，下次见面就是明年后了。是不是有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系统是超大型的系统，但是你想过，如果以后的大楼里面都有一个大楼内的社区仓库，小孩的玩具有没有？啊，我们就变成一个货啊，丢到那个特殊仓库里面，社区仓库里面就像今天一样，然后把它集中到社区的智慧仓储里面。今天我想要来玩个乐高，按个号码，按一个，然后这个货就清，然后送到你家门口，玩完了之后再丢回去社区的智慧仓库里面。各位建设公司，我告诉了你们一个生财路线啊，社区的管委会可以赚到仓库的营运管理费，而且你社区不会因为没有人就没有人缴管理费哦。你社区人越少的时候，就代表你的仓储空间越大，你就可以去赚外面的人仓储，报你一条财路了。希望过年后你都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或你更喜欢的生活方式。以上我说的呢，其实只是物流业的其中一环，仓储的一小部分，你知道吗？其实物流业是一个很屌的工作，好比想说今天发生战争了。如果你要把弹药送到前线，要让它继续对抗着别人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物流。而在更早之前，当你没有网际网路，没有在上网买东西的时候呢，其实镖局它也是一种物流。只要把东西送到别人手上，只要把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交到你身上，那就是一种物流的行为。所以你知道哪一种人很适合来物流业工作吗？有物流系嘛？台湾没有物流系，也不是保镖，而其实物流的产业，像这间公司，他们最多的其实是土木工程学系，还有都市计划学系。还有资讯安全学系，你知道为什么资讯安全需要在物流业上班吗？为什么嘞？没想过。我跟你讲，不是有个地方3天2头想要攻打台湾吗？他都很想要台湾很混乱嘛。我就这么说好了，他只要入侵全台湾的物流系统，让卫生纸送不到 7-Eleven， 让卫生纸送不到你家里面，你3天不用卫生纸，你看这个台湾会不会乱？3天给你免吃卡称，3天给你吃饭没卫生纸，我看你也起笑不？所以其实物流这个产业呢，是一个很少人看到，但是又极度重要的东西，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讲。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再深入谈论更多的物流内容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欢。那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之后就可以拍更详细的物流内容咯。以上就是超认真少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哇，员工餐厅呢，在这边的同事都是可以免费吃的。那我今天应该算同事吧？咖喱饭、3杯鸡、红烧牛腩、炸排骨、打抛猪，你们自己觉得什么好吃？现在物流时代改了，你看，餐厅，你看它的桌子，你知道这桌子是什么吗？以前的物流公司哦，跟生产线的人哦，大家都喜欢蹲在生产线上面吃啊。它这个设计的目的哦，就是让他们感觉还是在生产线吃，而且它的椅子跟海军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海军椅就是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然后整只都是用阿鲁米做的。它当时的目的哦，就是为了让在海上哦，如果真的有人不爽，互相打架的时候，这个椅子摔不坏打不坏，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个海军椅，整个都是金属制造。他们公司不锈钢，而且还加电子，屁股不会钉，同时具有攻击跟生活舒适的一个椅子。